曲县的昌吉市有一条保留着江户与明治时代风景的街道。白色的土层墙壁沿着渔船两岸排列，黑色的格子窗与石桥交际出一幅充满历史感的画面。这里就是昌吉最具代表性的景点昌吉白壁土葬群。而在距离这条街不远的地方，还有一座非常特别的博物馆。那就是世界上唯一以20世纪里为主题的博物馆——20世纪里纪念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塔世界。今天我们来到了鸟取县的昌吉市，这里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历史街道，还有日本唯一一间以梨为主题的博物馆。那么今天的行程，我们就先从以梨为主题的博物馆20世纪里纪念馆开始吧。这间20世纪里纪念馆据说是日本唯一以梨为主题的博物馆。它在2001年由鸟取县成立，不只是为了纪念这颗改变地方农业的重要水果，也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梨子背后的文化与历史。一进到馆内，就会看到非常震撼的20世纪梨树模型，它是纪念馆的象征。馆内还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梨子品种，并介绍了梨子的历史、种植与培养过程，以及农家如何一步步改良梨子品种，使品质越来越好。除了展示梨子本身，纪念馆也完整记录了20世纪梨的历史故事。据说20世纪梨最早是在明治时代被发现的，果实外皮光滑，口感清甜多汁，很快就受到人们喜爱。后来这种梨被引进鸟取栽培，由于这里的气候和土壤非常适合生长，鸟取很快就成为日本最重要的梨产地之一。馆内还设有一些互动与体验展示，像是简单的小实验或触控体验，让人可以更深入认识梨子和农业科学的趣味。有些互动如果全部答对，还有小礼物可以拿。馆内也有一个地方可以试吃梨子。虽然整个馆内不大，但每个角落都充满惊喜，也能让人更了解这对鸟取非常重要的水果。走在馆内，不仅能看到世界各地的梨子品种，也能感受到梨子如何深深影响鸟取的生活与文化。说到水果的代表性，如果青森是苹果之国，那么鸟取就可以说是梨之国了。在纪念馆的入口处是一间小型的伴手礼店，里面的商品大多都卖与梨子相关的产品。我们在这里买了一些。当然，来到梨馆最重要的就是买当地的大梨子了。由于我们来的时候是在冬天，梨子的盛产季节已经过了，
幸好店里还是有梨子可以买，只不过剩下的品种只有晚秋和爱稻，没有卖鸟取最有名的20世纪梨。在纪念馆的旁边还有一间小餐厅，里面有卖梨子冰淇淋，也是来到这里必吃的甜点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昌吉最有名的历史街道昌吉白壁土葬群。这条街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，在当时的昌吉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商业城镇，许多商人在这里经营各种生意，其中酱油和味噌的酿造业特别兴盛。为了保存商品，商人们建造了许多土葬仓库。这些仓库的外墙涂上厚厚的白色灰泥，不但具有防火的功能，也有保存室内的温度与湿度，因此非常适合存放酿造产品。而街道旁的渔船在当时也是重要的运输路线，商人会利用船只将酱油、米和其他商品运往周边地区。久而久之，沿着河岸便形成了一整排商家与仓库，也就是今天看到的白壁土葬群。如今这些历史建筑有些被改造成咖啡店、餐厅或特色商店，让这条充满历史的街道再次热闹起来。走在这里，不仅能感受到江户时代的街道风景，也能看见昌吉过去商业繁荣的痕迹。我们在这里买了必吃的酱油冰淇淋和可乐饼。我们来的时候刚好遇到集印章活动，也因为一路寻找印章，意外看到了许多不错的风景。虽然这里不像大型观光景点那样热闹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更能让人静静感受这座小镇的历史与魅力。今天我们在昌吉市从认识鸟取最具代表性的水果梨子开始，走进了世界唯一的20世纪梨纪念馆。透过馆内的展示与历史故事，我们也更了解了这颗水果是如何影响鸟取的农业与文化。接着再慢慢走进充满历史气息的昌吉白壁土葬群，白色的土葬、黑色的鸽子船，还有静静流过的渔船，都让人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商人町时代。虽然这里没有大型观光景点的热闹，但正因为这份安静，也让人可以更慢地去感受这座小镇的故事。有时候旅行的乐趣不一定是在知名景点，而是在这样的小地方，走着走着，看看风景，吃点当地的小吃，也会留下很深刻的回忆。如果有机会来到鸟取，不妨也来昌吉走走，也许你也会像我们一样，在这条白壁街道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旅行风景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